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你给我尝尝，你给我，你让我吃。不是让你给我，你等啊，让我找个理由收拾你。就这个，来收拾。救我！是诸葛孝要剁我的手！有他，上来，上来！樊氏案的卷宗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自己找。这里什么时候归你管的？我叔刚任命我的。案宗事于沈捕营至关重要，卷宗里的每个线索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。这里的卷宗向来是摆放整齐、一丝不苟的，如今竟被你糟蹋成这般模样。鸡蛋里挑骨头，吃饱了撑的吧你？我不管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，既识君之路，便该忠君之事。这案宗原来是什么样子，你给我立刻恢复成什么样子。钟雪曼，你以为你谁啊？现在沈捕营姓方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恢复，立刻！我就不。首座，东郊树林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此案关系重大，在真凶抓获之前，所有的线索必须严格保密。
这位是羽林郎统领霍宗耀霍将军。见过霍将军。对神捕营内部之人，也不能透露。少佐，您指的是？听说他今日回京了。属下明白。一铁啊，你入职不到3年，心思缜密，办事周全，我一直有意提携于你。这个案子是个好机会，做得漂亮一些。一铁定不负首座厚望。童双，在。对不住啊。你是新人，假以时日，必有所成就。但今日要多和朱师兄学习。属下明白。捕快凡值守期间，佩刀令牌不可离身。令牌所佩刀后，这是神捕营的规矩，你给我记清楚了。哎，那要是左撇子呢？你是吗？不是啊。那就老老实实的按规矩来。明白。没有案子的时候，卯时早勤，午时课业，戌时晚训，只能早不能晚。明日你若是迟到1刻，去戒堂自领责罚。哦。师兄，何人干扰神捕营？好身手。真重啊！来得正好，赶紧来帮忙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起开，起开！哎呦，小师妹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师兄，你也是，这是中捕王之女钟雪曼。钟雪曼？嗯。啊，这是我刚才放在这儿，我没有乱丢，马上捡起来。哎呦，这卷轴我先揭掉了。哎，这还没关呢，这是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都别站着了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公子，刚得到消息，钟雪曼回到神捕营后，看了最近京城发生的几起焚尸案的卷宗。焚尸案？我以安贞营之名，把卷宗调来了。钟雪曼这些年一直都在追查萧北明的线索，怎么会对这种案子感兴趣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案子跟萧北明有关。贴了3年了，这夜煞还没这夜煞犯下滔天大案，这都多长时间？面对层层围捕，又被一箭射中，身负重伤，只能跳入风波湖中逃走。这一逃便再无踪迹，至此足足过去了3年。要说这最惨的，便是从小将其养大视为亲子的钟捕王，竟然被他千针万线缝杀致死，当真是泯灭人性，狼子野心。那这小师妹也是够狠的，不仅被迫长休，还亲眼目睹生父被杀。是个不当。脾气还是那么臭，
有话直说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真是有些不太喜欢。哎，等等，我确实有话要跟你说。萧北明的事儿，你知道的。3年前，风波湖案之后，你们神捕营便不复从前，在陛下面前彻底失了诚信，重案要案都由我暗真营负责，尤其是你师兄，叶煞的案子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这3年，外面发生了不少起效仿叶煞手法的凶案，案发现场都留下了叶煞的铭徽。每发生一起，你都要去探查一番。可结果呢？不过都是相仿相效、栽赃嫁祸罢了。3年了，禹城、夔州、东海、西荒，你去了这么多地方，办了这么多案子，可依旧没有找到他，不是吗？不如考虑和我合作，你我一起找到他。不需要。这个世上最希望找到他的人，除了你就是我了。你现在已经证明你缉凶查案的本领，而且我们目标一致，只要通力合作，互通有无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找到他。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不需要。你还想要说什么？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你并不认为风波湖上的凶手就是萧北明吧？我只相信证据。风波湖当日被团团围住，案发现场根本没有其他人可以登船行凶，5座验尸，船上之人皆中尼龙伞，接着在昏迷之中被缝杀致死，而萧北明才是唯一清醒之人，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，可谓是铁证如山。他的才能你我最是清楚，如果他不是叶煞，为何要逃走？如果他真的是被冤枉的，3年了，他为何不主动现身自证清白呢？所以我才要找到他。我要问清当年的真相。如果你真的抓到他，他也承认了，你会如何？我会亲手杀了他。是冯师。师妹，好久不见。萧北明，你终于现身了。师父不是我杀的，你手的那条线索是我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查到这里。这3年，我一直在追寻叶煞的线索。师妹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会亲自证明给你看。3年前风魔湖船上的事情，绝非是我做的。我凭什么相信？别动！再动，我现在立刻就杀了你！我给你看证据。你也查到这些针孔出自3处案发现场，死者是3位新娘，只不过她们不是焚烧，而是封尸。这些针孔
和3年前风波湖船上的针孔如出一辙，这意味着夜煞再度现身。冯山案出现，你便出现，这不恰恰说明你就是夜煞？师傅的地道倒是个隐蔽的好地方。今天你若是不把话说清楚了，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我之所以留你一条命，就是为了知道当年在风波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爹待你视如己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若是敢说一句假话，我立刻就杀了你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当年我上船没多久便晕了过去，醒来后和你所看见的景象一模一样。至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也同样毫不知情。不论你信我与否，我都只有一句话：我不是夜煞。还不说什么？师妹，闭嘴！不许再说这2个字。下次办案，看你还那么冲动吗？这次算你小子运气好。徒儿知道错了，下次一定谨慎小心。爹，师兄都受伤了，你就别训他了。我还没说你呢，这教你包扎多少次了，还没学会？照你这样的话，他这伤啊，1个月都好不了。爹，你，哎呀，师傅，疼啊！还是让师妹来吧。臭死你！师傅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方武座，这么快？啊，你别误会，这不是人的。我就想看看猪和人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我要毒药。神不营的公文呢？用毒需要上报的。事关一个重犯，不宜打草惊蛇。事毕之后，我会亲自上报营里。你不信我？我的命是钟捕快救的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那倒不必，替我保密就行。这些都是我珍藏的毒药，此毒名为皱裂丸，服用之后浑身皮肤皱裂，血流不止。若无解药，半日之内必死无疑。
此药名为穿心剑，看不出任何外伤，直指心脏。服用之后心跳加速，若无解药，半个时辰之内。我不是要索命，有没有能封住人的内力武功，让人浑身无力，最好是站都站不起来的那种药？有，这个。此药名为瘫瘫丸，服用之后，就算是头牛，它也得瘫倒在地上。若是给人服用，纵使他武功再高强，半个月之内手无缚鸡之力，像我这样的也能上去给他2拳。就这个吧。哎呀，我药熬干了，你拿着。谢了啊。说不快，有事再来啊。总算是给我一个机会，能报答他的恩情了。我药熬干了，你拿着。糟了。又要让我内力尽失，既可以防止我逃走，又可以方便审讯。少废话！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清白，怎么，怕我毒死你？你若想杀我，何必如此麻烦？我今日选择现身，便从未想过要逃走。你少来这套！你若真有冤屈，为何躲着3年不肯现身？偏偏京城再现冯杀案，你便立即出现在现场。因为他也消失了3年。若非京城再现冯杀案，我可能会继续躲在暗处，如你寻我一般，一直查下去，查到抓住他为止。我今日敢现身案发现场，便是拿命在赌。赌什么？赌一个人。就算整个大齐都坚信我是叶莎，但有一个人一定会为我留有最后一丝存疑。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。我今日敢跟他见面，就是在赌这一丝存疑。若他真的认为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那今日见面的时候，他的避案尺应刺向我心口，而并非我肩膀。我不奢求你能够完全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留着这一丝存疑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查案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再让他逍遥法外，我会将3年前沉入风波湖里的真相亲手捞出来给你。风无座，怎么了？钟不快，药给错了，你没吃吧？你没给别人吃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怪我，没看仔细就把药瓶给你了。你拿走的不是坦坦丸，是凝血寒。什么凝血寒？剧毒，是极为罕见的毒药。这么厉害的毒药，你怎么能弄错？对不起，但现在不是怪我的时候，你让我给他行几针，说不定还有救。钟不快，我给他行针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
他为什么要对我爹下手？他杀死你爹在内的几位大人，都是为了制造流言，恐吓人心。背向流血案在暗处，可风波湖案不一样，你可别忘了，那天是我的喜宴，层层包围，就算得手，也会被看到。我爹他们明明中了迷龙散，都已昏迷，杀他们易如反掌，为什么要用最残忍的缝杀？缝杀之术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。我与他相处10几年，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疯子，就算他瞒得过我，他瞒得过我爹吗？就算整个大齐都坚信我是夜叉，但有一个人一定会为我留有最后一丝存疑。周不快，他现在如何了？方才我已经行针，可是寒毒还是进入了他的体内。凝血寒是慢性毒药，之后会慢慢进入他的五脏和经脉。你是说他没救了？也不至于，毒性我已经压制住了，在下一次毒发之前，他还有些时日能活，但具体活几天、几个月还是几年，这得看他自己了。万一要是能找到解药，或许还有救得回来的可能。你没有解药。此毒。他是夜叉萧北明，他是夜叉吓死我了！没事，周木怪，还好我刚把他的武功全废掉了，内力也全失。周木怪，这是打工一剑，你把夜叉抓住了，我把夜叉的武功。闭嘴！放心吧，你暂时死不了。多谢。可别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功还是过。钟不坏，关于风波湖一案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想问的。你说你登船之后不久就晕倒了，可当年我明明亲眼看到你手持凶器站在我爹面前，你如何解释？我当时确实晕倒了。我醒来之后，便看见师傅和其他3人皆被封杀。我第一时间就想去救师傅，但师傅被缝在船脚的柱子上。我刚拔下师傅身上的钢针，你便出现了。我当时中毒了，舌根麻痹，说不出话。随后我便身中一剑，倒下船去。4名死者确实都中了迷龙散，这也让他们失去了反击之力。至于你有没有中毒，只有你一家之言。船上有5人死了4人，你可以随意编造，算不得任何证据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是凶手，那么4人中了迷药，谁又能在中了迷药之后，先缝杀他人，再缝杀自己，还留了你一条活路呢？这也是困惑我的地方。正如你所说，凶手不可能在中了迷药之后，先缝杀他人，再缝杀自己。但如果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？当时船上除了我们5个人之外，还有第6个人的存在。不可能，当时风波湖被层层包围，我一直在楼上看着。如果有人登船，不可能不被发现。如果他一直都在呢？
3年前，我太过自负，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被蒙蔽的推断，认为叶煞只有一个人。这3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推理，从几位重臣被杀，再到风波湖岸上，所死之人死法各异。于是，我便有了一个假设：若是这些人都不是被一人所杀，那所谓的叶煞，他就不是一个人，很可能是一个所图甚大的邪恶组织。你如何能证明你说的话？我明白，只靠只言片语没办法让你相信，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：这世上杀手众多，但善用长针缝杀的疯子却绝无仅有，寻常人很难做到。若是你一直偷偷背着所有人练就此等邪功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还是没有实质证据。当然，暂且不说这个邪人是不是我，他善用缝杀，就先称他为裁缝。最近京城的3起缝杀案，和当年风波湖案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。若真的都是裁缝所为，那只要抓到他，便能找到证据，证明3年前风波湖案上的真凶，并非是我。若你所说是真的，那为什么这3起案件的尸体都被焚烧过？焚烧时间和死者血液凝结时间并不相同，缝杀在前，焚烧在后。焚烧是有人为了掩盖真相，故意为之。如果裁缝是真的，为何要先缝杀再焚烧？岂不是多此一举？焚烧不是裁缝做的，是神不应。收队。这是我在案发现场发现的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不神捕营的火折子吗？对不住啊，你们继续。是方天正。没错，自风波湖案后，神捕营便失去了陛下的恩宠，连夜杀案都交给了安真营。如今江湖再现缝杀之术，我猜测方天正很可能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祸端，所以用焚烧来掩盖。就算你所说是真，缝杀确实出现了，可也无法证明裁缝真的存在，更无法证明所谓夜煞和裁缝不是你。你这有地图吗？西郊，这里没有发生案件，死者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新婚女子。裁缝将这些新娘带至如此偏僻的地方缝杀致死，全是精心安排，且别有用意。那他们想做什么？东、南、西、北，这4个方位，在大齐的传说中就有特别的含义。钟不坏，你熟知民间话本，这4个方位，你能想到什么吗？四煞阵。什么是四煞阵啊？大齐建国之际，前朝贼心不死，在京城四周布下四煞阵。传闻身穿喜服死于阵中之人，会被厉鬼缠身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裁缝的3起缝杀案布在四煞阵的3个阵脚，那就说明还会有第4起缝杀案。如果真的有第4起，那就是现在什么时辰了？丑时刚过，应该是。京城缝尸案是3日一案，而今日正好是第3起后的第3天。每次案发皆是入夜之后。若裁缝真是按四煞阵杀人，那今夜的西郊很可能会发生第4起。我真不是故意添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看好他，谁也不准出去。等等，从未有人见过裁缝的真实面貌，也不知他的武功如何。钟不坏。
人敢送到神不营办？小师妹，哎呦！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你看我干嘛呀？你是神不营仵作？我姓封，我叫风清浊。我在神不营时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刚入职1年多，但我听说过你。说我是夜叉？不仅如此，你还是钟捕快他的杀父仇人。神不营就是因为你才被害成今天这样子。造化弄人。加上今晚在西郊的案子，已经是近段时间发生的第4起缝杀案。您不仅隐瞒不报，还刻意焚烧尸体遮掩证据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之前发生过缝尸案啊？当然是查出来的。这4起案子，若是您不跟我解释，我便将案情上报刑部，直达天听。最近在京城，所有的大案要案皆由案侦营负责。如果案侦营接手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？首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身上的毒是你给我师妹的。是啊，是我给的，那又怎样？你是天字1号的通缉犯，就算我给错了药，就算我把你毒死了，他们也不会怪我的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我中的是什么毒？你中的毒叫凝血寒。凝血寒是我师父研制的，此毒进入体内之后，会侵蚀你的五脏和经脉，内力全无，最后经脉冻结而亡。我真一点内力都感受不到。小白龙。什么小白龙？你在跟我说话？独绝谷小白龙，你的名号？这小什么？行，那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江湖有一个邪派，名曰独绝谷，天下毒物10之9成出自此谷。谷中双雄并立，一是你师父无双老人，一是老臭虫。可几年前，无双老人不慎离世，老臭虫不知所踪。独绝谷4分5裂，弟子飘零江湖，因过往害人无数，恶贯满盈，江湖人人得而诛之。听懂了吗？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能否将你怀里的针给我看一眼？凭什么你说要看就给你看？你是夜煞，我是奉钟捕头的命令在这看押你的。你在给我行针的时候，我醒过几次。你的针术很特别，我在独绝谷的弟子身上见过。你用的也不是普通的针，而是烽火金针。而在独绝谷善用烽火金针的，乃是谷主无双老人。听闻无双老人有一亲传弟子，名为小白龙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所用的正是你师父的针吧？你隐姓埋名，混入神捕营，就是想躲避江湖的追杀吧？还有，你应该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吧？怎么要挟我？我只想跟你做个交易。既然我身份被你发现了，你武功全失，我要杀你易如反掌。罢了，你既然了解了那么多的内情，想必也知道这4个人被杀是夜煞萧北冥的手笔吧？不管凶手是谁，都不应该毁尸灭迹遮掩案情。那我倒问你，如果我不毁尸灭迹，这个案子该是如何走向啊？
夜煞重出江湖，朝野内外人心惶惶。风波湖案发至今3年了，安贞英查了3年，一无所获。萧北明是何等人物，他有何等本领，你钟捕快怕是比所有人都清楚吧？诸葛通父子俩3年抓不住，我们沈捕营能抓到。我之所以毁尸灭迹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因为你。我？萧北明曾是你的夫君，也是你的杀父仇人，现在更是全天下最危险的人物。我知道这3年你一直四处在追查他，谁劝也没用。还好江湖上出来的都是李鬼，让你直到今天还能保着平安。若现在你真的知道他现身了，以你的鲁莽性格，打草惊蛇我且不说，你真和他面对面的时候，你能够保证自己全身而退吗？当年你爹与我有恩，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你周全。首座，我是一个捕快，就算死在查案缉凶的路上，我也要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身官服，更要对得起我爹，他的名声。我对你倒是真的好奇。你明知我是要犯，又见我身中剧毒，却还要拼命相救。你给我设那几个药丸，可都金贵得很。因为我给你给错了药，肯定要救你的。仅是如此。虽说你是个要犯，可不还没判死刑吗？我是个医者，你在我面前倒下了，我肯定要救你的，我会拼了命的救你的。医者，这和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可不太一样。那是老抽虫在散播谣言污蔑我，他和我师父不对付，他见不得我好。这些年，我一个人没害，真冤死了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看到了，连只鸡都不敢杀，何况杀人呢？那你身上的毒药呢？我师父告诉我，毒呢分2种，可以害人，也可以救人的。所以你选择了后者。你要和我做什么交易啊？首座，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？就算我让你查这个案子，你能破案吗？到时候破不了案，弄得满城皆知，陛下问责，沈不赢怎么办啊？这次不同，这次线索清晰，我有信心能破案。什么线索？黑煞往常作案，虽然手法不同，但针对的都是朝廷命官。这次他杀的却是青楼女子。你如何知道那死者都是青楼女子啊？按大齐律，犯人刺面，士兵刺臂，青楼女子则要刺背。第4具尸体身上有青楼女子的刺字。朱捕快刚才说了个“兜”字，也就是说4具尸体皆为青楼女子。蒋师兄，啊，前面3具尸体被焚烧之前，是不是都有青楼女子的刺字？有。 4名女子皆为歌姬，但死之前都穿着新娘的喜服，也就是说，她们都被赎身了。可夜煞为何会对4位身份如此低贱的女子下手呢？所以才要查，就要从死者的身份开始查起。只要查出凶手的作案动机与这些女子有何联系，顺藤摸瓜，定能找到她。只要找到她，真相定会水落石出。哼，
找到他了。哼！钟学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想查清真相，抓到凶手，求首座成全。首座，要不然就答应他吧。你放心，我会看着他的，绝不会让他闯祸的。这3年，你一直把我这个首座当个摆设。钟雪曼啊，钟雪曼，好啊，这个案子你来查。小师妹，你打算去哪查呀？我刚刚说了，从4名死者的身份查起。可这尸体都已经烧焦了。还有一具没烧，我找人画像带去青楼调查。小师妹，你毕竟是女子，青楼这种地方还是让我们去查吧。说实在话，这3年太憋屈了。莫冲被调去了义庄，而我跟刘峰呢，手上也没什么案子。我真的是想为你做点事情，你放心，只要查到线索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那好，就多谢蒋师兄了。这是见过这人吗？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这是找谁呀？没见过。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哎，没印象，是不认识，谁见过呀？是没见过，没印象。这是什么来着？我可以帮你保守你独角骨小白龙的秘密，但我希望你也能够帮我保守我在钟捕快身边的秘密。可以。还有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，帮助我和钟捕快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钟捕快并不信我的身份又如此特殊。你精通药理、毒物，还有验尸之道，有你在我们身边，做事会稳妥许多。这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不是钟捕快的杀父仇人吗？你一个夜煞，你那么关心他干嘛？全天下人都认为你是用毒杀人的独角骨小白龙，但只有你知道，你只是一个不忍心见死不救的医者。全世界人都认为我是夜煞，但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想查明真相的捕快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帮钟捕快的。为何？因为他救过我的命。钟捕快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帮他的。那你独角骨小白龙的身份，你不打算告诉他？绝对不行！你就当小白龙已经死了。我是神捕营的仵作风清主。那我们成交了。成交。钟捕快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放心吧，看得死死的。裁缝又犯案了，你没受伤吧？你也看到了，我被锁在这里，风仵作一直看着我。如今你也该相信，我不是这次封杀案的凶手了吧？你自己也说了，夜煞很可能不是一个人，也许你有帮手，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，你仍旧洗脱不了嫌疑。只要接着查下去，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。我自然会查下去。钟捕快，我还要不要继续在这儿？死的那个姑娘叫若兰，之前在新城楼待过，是一个叫胡13的人把她卖进去的。胡13？对，这个人呢是京城出了名的人牙子，
不光是幸春楼啊，还有京城好多青楼女子都是经他手出去的。这个人呐，一定有问题。师兄为何会觉得他有问题？你看啊，人丫子只管卖，若兰姑娘半个月前就被胡13又给赎回来了，卖了又赎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哦，还有，我听说呀，赎人的时候啊，他给的银子比卖的时候给的都多。确实古怪。胡13现在何处？哦，三星街东头，第3个院子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老大是胡13对吧？是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们老大失踪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们也在找他。失踪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有10几天了，我们几个把整个京城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他。这名女子你认识吗？认得，是被我们老大卖去幸春楼的，然后又把她赎回来了。不可能，哪有卖掉又赎回来的道理？你再好好想想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姑奶奶呀，小的说的确确说实。那些被你们卖掉的女子，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个小的真不知道，每次都是有人用马车送过来，老大不说，我们也不敢问啊。都是老大跟妓院打好招呼，我们几个人负责把人送过去。姑奶奶啊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几个就是小喽啰，哪知道那么多呀？把他们2个绑了，带我去你们老大的住处看看。好。这个就是我们老大的房间，平时我们也不敢进。您请。人贩子还看书？不瞒姑奶奶说，这些书都是摆设，从未见我们老大看过。那之后就没有人来过了？没有。胡13是晚上失踪的？应该是晚上，第2天一早起来就发现我们老大不见了。前一天晚上可有什么异样？小的想起一件怪事，我们老大失踪的前一晚，我正好起夜路过他的房间，发现啊，小的之前没有见过我老大哭，所以记忆深刻。把那2个人带上，跟我去神捕营。公子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周旋曼行迹可疑，我们来查验一下。在外面等着我。是。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有贼，哪个蠢贼回头捕快？过来。帮忙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钟不快，这么晚才回家。你这假山不错呀，我记得曾经到家里来过，未曾发现这假山如此的好看。堂堂暗真营首座之子，何时做起了小飞贼啊？你误会了，我就是经过。我听说你在调查一起焚尸的案子，想过来跟你探讨一下案情。没想到你不在家，我就不自觉地进来了，失礼。你们暗真营一向都是办大案要案，何时对这种小案子感兴趣了？倒也不是对案子感兴趣，主要是对你感兴趣。上次我提的合作，你考虑的如何了？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当真不与我合作？嗯。那好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公子，可有发现？多找些人盯紧钟雪曼。是。好险！钟不快，他没发现我们吧？被我遮掩过去了。恐怕遮掩不了太久。钟不快，你查到什么了？我如今这个模样，又身中寒毒，不如聊聊案情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是啊，他都这样了。胡十三离奇失踪，一个大老爷们能哭什么呀？肯定是为了哪家小姐哭的嘛。胡十三失踪的时间和冯杀案的时间完全重合。这胡十三真是越想越可疑。哎，有什么可疑的？捉来问清楚不就好了吗？都说了失踪了，去哪儿抓？那查查死者的身份吧。胡十三的手下说，只有胡十三知道被抓来的女孩是从哪儿弄来的。那岂不是线索断了，查不了了？有的查，查死者的尸体。所有尸体都在白水河一庄，有4具尸体，3具已经烧焦。现在那里没有仵作，验尸知道我也并不精通。我精通啊，虽然我没查过什么大案要案，但验尸对我来说可是看家本事。我是个仵作，钟不快。哎，钟不快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担心我的安全，但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给你们添乱的。你是担心你们都走后，我会逃走？哎，这个你放心，他现在内力全无，还带着这么重的铁链，插翅难逃。钟不快，你若实在不放心，可以把我带走，我在你们身边，你安心一些。谁啊？来了来了！师妹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今夜你值守。嗨，自从被发配到这里啊，我就只能把这当家了，白天黑夜都在。我带人来查验一下尸体，下午送来的几具尸体在哪个屋子？在金字坊，我带你过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冯总，
这是什么？我看看。是金丝，怎么会有金丝呢？看看其他3具尸体。好。其他3具尸体都烧焦了，但他们的脸上都有金丝。快走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位是……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首座带我们在附近巡逻，看到这边起火了就过来了。我带人前来验尸，差点被烧死在里面。既然今晚是你当值，这场无缘无故的大火，你脱不了干系。今天谁看的门啊？啊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肩上复发出血，需要赶紧治伤。走，走。朱雪曼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这下走不了了，稳住。我对冯氏案有了新的想法，就叫风仵作来练房剖尸再验。可有发现？刚进去没多久就起火了。嗯。受伤了？嗯。赶紧去治。多谢首座。等一下，这谁呀？禀告首座，这位是。抬头说话。大哥，我是来帮忙的。说什么呢？这是。禀告首座，他是我请来的，刚刚在验4具尸体，实在是忙不过来，所以就请了个帮忙的。没想到刚刚起了大火，把他的手给烧坏了，所以现在想给他带去治疗。您看，这手伤成这样了，肩膀上也受了伤。去，治伤去，快去。谢谢首座，忍着点啊，我们去上药。等等，既然是风仵作请来的，你总得有个来头吧？是在哪个衙门当差，还是在哪个义庄做事？怎么我和首座从来没见过你啊？转过身来。
这可能是……我是说他。既然这都出来了，怎么还戴着面罩啊？我跟你学了，不要乱报，不要乱报。我的事都要听佛说的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鬼样子，不会是你不小心把房子给点着了吧？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老乡，刚才说的是我们家乡话。他刚来京城，什么都不懂，我就让他跟在风武座边上帮忙。没想到搞出这样的事来，以后小心点啊！哎，方首座，这火这么大，要是刑部问起来怎么办啊？还不赶紧救火去啊！好，哎，好。一铁啊，备马，咱们得赶紧去刑部。是。大哥，多谢。大哥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若是不说，别想离开这里。来啊！钟不快，切莫伤他，他是我的人。交代你的事情都查清楚了吗？这句话太冒险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会死的。我别无选择。好了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的人还没看出来？要不是我大哥不让我动你一根头发，我早就打你了。是你把他安插进申部营的。是，封杀案的线索就是他透露给我的。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仅此一件，也已经被你知晓了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动手是不是？你动一个试试！哎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动手，你先出去。我出去，大哥，我走了你怎么办啊？我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我死不了。可这些人，你再在这闹下去，我比死了还难受。听话，你先出去。好。我警告你啊，我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拼了命也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钟不悔，我把他安插进神部营，只是为了查清冯氏案，找到裁缝，抓到叶莎，绝无他意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查案，案件查清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对，查案。你说来也奇怪啊，我们刚到金字房的时候就起了火，而且金字房的门还被人从外面锁住了。你说这场火是不是就冲着我们来的？没错。不想让我们验尸查案的，只有裁缝。当时我在死者的皮肤下面发现的那个金丝，纯度极高，温柔如线，而且会随着皮肤活动，不会戳破皮肤，不知有何作用。九州异志中提到过，传闻有一种秘术叫金丝驻颜，把纤弱发丝的金丝放到女子的面皮之下，便可以让女子肤若凝脂，青春永驻。我们找到的金丝应该就是金丝驻颜用的。金丝驻颜太残忍了，大齐有这样的秘术吗？南越，九州异志中说是南越国人特有的秘术。看来这4名死者跟南越人还有关系。南越不是被灭国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去哪里找啊？男人像。既然线索指向南越，那男人像一定会有新发现的。糟了，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在炼房，估计早就被烧成灰了。没有证据，神捕营是不会支持你去查案的。我不需要他们支持我，我自己去查。这，我跟你去吧。男人像情况不明，多一个人总不是坏事吧？你也跟着我们来，你自己留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哪种不放心啊？行了。
都是新的，好久不见。钟捕快，我们要把所有南越人都查一遍吗？这些都是穷苦百姓，有几个用得起金丝？没什么可查的。去金铺看一看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嘿呀，二位客官好，不知需要点什么？我家管家说您这儿的金铺远近闻名，所以带我家娘子过来瞧一瞧。哦，哎呀，二位这一看就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哎，来我店买金器就对了。我们南越人做金的手艺，外边的人可是比不了的。哎，二位来随便看啊。哎，二位客官看看这件怎么样？就这些，太普通了吧？哎呀，二位客官一看就是眼界高。哎，稍等啊，小人店里还有几样精品，我这就给你们去取来啊。几位稍等。哎，掌柜的，别忙活了。哎，来了。我们已经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啊？听闻南越人精通金丝驻颜之术，我家夫人风华月貌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知道哪里有懂此术的人吗？这什么金丝驻颜的，我从来都没听说过。我这店里啊，应该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小店金器粗制拙劣，几位啊，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啊？当真没有？传闻南越人会用乌金纸和七金锤来制作金丝，用乌金纸包裹金箔，再用七金锤捶打36000次，方可获得驻颜之道的金丝。您这个就是用来制作金丝的吧？哎，你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哎，小店还要做生意。哎，几位这边啊，请便吧啊，请便。老板，我看你不是不明白，你只是怕引祸上身。不是你们非逼着我轰你们走是不是啊？抓紧走，走！你看，疼！冯仵作，关门。仵作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神捕营办案。金丝被你卖给什么人了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若是说出实情，还能少受点罪。我就是个做买卖的，我也没犯什么法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京城最近出了几起连环凶杀案，我们怀疑凶手和金丝有关。这什么金丝啊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仵作，看来只能带回神捕营杀猪去毛了。什么是杀猪去毛？神捕营用来对付一些嘴硬的囚犯的一些小办法：把衣服脱光绑在铁床上，用滚烫的开水浇在身上，用铁梳子不停地刷，不停地刷。有的人嘴硬，把皮肉刷净，露出白骨都不肯说。水多烧点，我看这老板嘴挺硬，估计要刷很久。温度再稍高点。我说，是华满天。什么？我把金丝给了华满天。什么是华满天？华满天是我们南越人教会的神圣尊宠，是专门保护我们南越人的。华满天的头领萨达是上青天的使者，我就是把这些金丝供给萨达选中的圣女用的。认不认识这名女子？你们怎么会有我们圣女的画像啊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这是2个月前的圣女，已经被上青天带去保护我们南越人了。2个月前，上青天带走了几名圣女？喂，都被你植入了金丝。对，都是小的亲手植的。
我说的都是实话。 2个月前，上青天带走了5名圣女，可其中4人在前几日被裁缝封杀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一道圣光从天而降，圣女随着圣光一道被上青天给收走了，这太离奇了！难道真的有神呀？我从不相信有什么显灵之事，一定是有人故弄玄虚。要不然被绑走的圣女怎么会惨死在夜煞手里？金铺老板说，每一个双月的15。 花满天都会举行烟花祭祀，从中挑选圣女送给上青天。如今是6月，又是双月，15，那不就是今夜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公子，周雪曼带人去了男人巷。 我们的人跟着吗？一直跟着。